进了7月，你最近是不是总觉得心烦意乱，遇到一点小事就想发火，或是家里无缘无故破财、生闷气，甚至觉得周围的人都在针对你？各位朋友，这其实不是你倒霉，更不是单纯的天气热。老祖宗说7月流火，这是一个天地气场大转换、阴阳交替的十字路口。弘一法师曾教导我们，凡事皆有因果，没有无缘无故的福，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苦。平时受过的委屈、解不开的怨恨，或是脱口而出伤人的话，都会在生命里一点一点累积下来。这在佛家称为业力。平时这些业力就像池塘底下的淤泥，水面风平浪静时看不见也闻不到，但在这个月，过去的恩怨藏在暗处的业障，全都会像池塘抽干了水一样，被7月的烈火逼出水面，逼着你去面对，去结清。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成了因果清算的对象，连半辈子积攒的福报都搭了进去，痛哭流涕却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会为你彻底揭开7月业力大清算的真相，不仅会点明哪3个生肖最容易被这把无名火烧毁福报，还会告诉你哪3个生肖能逆势翻盘，大接好运。看到最后，我更会教你一套简单实用的4步避火诀，帮你斩断恶缘，保全家宅平安。在这场大火之中，天道的底色永远是慈悲的，万物相生相克，绝境之中也一定会留下一线生机。有人被这把火烧得焦头烂额，晚节不保，也有人不仅烧不着，反而借着这把业火越烧越旺，把坏事变成天大的好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因为后者心量大，善意厚，平时愿意吃亏，愿意让人，也愿意积德。这把火烧过来的时候，烧掉的只是他们身上的晦气，反而把他们累世累积的福报，在这个火炉般的月份里逼了出来，变成实实在在的善果。所以接下来我们将好好翻一翻天地的这本因果账册。首先要谈的就是在这个7月大火炉里，最容易受到直接冲击的生肖，属鼠的朋友。在老祖宗的12生肖里，鼠代表着聪慧和灵动。很多人一听到7月气场大变，心里马上就慌了，开始担心，哎呀，我属鼠，这个月是不是要破财？是不是会被老板骂？是不是家里会有麻烦？各位，如果我们只看这些表面的事情，那就太可惜了，这叫只看皮毛。真正要看的是背后的因果业障。水本来是润下的，是柔和的，代表一个人的聪慧、灵动和判断力。可是当一个人的贪念太重，心机太深，这份聪慧就会变质，成为佛家8难之一的世智变聪，也就是只有世俗的精明算计，却没有修行的般若智慧。原本这股智慧可以用来成就事业，帮助别人，最后却变质了，变成整天想着怎么算计别人，怎么在暗地里占尽便宜。你要知道，一个人命中那一点福德，就像你碗里的一口清凉井水，平时它能滋养你，让你在关键时刻避开灾祸。可是如果你满脑子都是自私自利，遇到了7月这个天地大红炉，业火一烤，当业力显现时，这点小聪明根本挡不住因果的结算，你碗里的那点水很快就会被蒸发得一干二净。这就叫德不配位，业力显现。你平时种下那些损人利己的恶因，老天爷借着7月这把火，把它们全部催熟，让你马上尝到苦果。我来讲一个现代社会里很常见的例子，大家听完心里自然会有一把尺。有一位属鼠的中间人，我们叫他老林。老林在商场打滚半生，做事精明，凡事都讲究利益最大化。
他不怕手段复杂，只怕赚得不够多。前阵子，他看上一块由普通家庭持有的祖产，那块土地位置不错，只是家里的人没有资源，也不懂商业操作。老林心生贪念，动用复杂的人脉，找了人头，偷偷买下那块祖产入口旁边的一小块机灵地。接着，他用这块小地强行封住出入口，让原本完整的土地变成无法顺利进出的待地。那家人求助无门，只能以不到30%的价格含泪把祖产卖给老林。老林拿到地契之后，在家里开酒庆祝，觉得自己手段高明，算无一策。然而老天爷的账本算得比他精明10000倍。7月，气场一变，市府突然公布新的重划法规，老林费尽心机抢来的那块地，竟然被划入限制开发的保护区，瞬间从黄金地段变成难以利用的废地。更惨的是，他当初为了吃下这块地，使用了很高的杠杆借贷，开发案一失败，金主立刻翻脸，还联合提告诈欺。短短半个月，他的账户被冻结，房产和车辆被查封，一辈子累积下来的财富几乎化为乌有，还背上了还不清的债务。这只是运气不好吗？不是，这是定业难转，因果不虚，专门烧那些贪得无厌、心术不正的人。他以为自己布了局，其实是亲手把自己推进了火坑。弘一法师曾提醒世人，人生最忌讳的就是一个满字，就像排版一样，如果你贪心地把所有重点全部挤在画面中央，画面就会失衡，看起来压迫、混乱，没有呼吸感。真正高明、有智慧的设计，懂得留白，重要的字可以清楚地放在该放的位置，也会给旁边留下空间，让整体画面有层次、有气度。做人也是一样，你要把利益的空间留一半给别人，把退路留给别人，这才叫和光同尘。你把别人的路全堵死了，连一丝喘息的空间都不给，最后窒息的一定是你自己。所以属鼠的朋友，如果在7月这个大红炉里遇到突发的财务损失、工作变动、合作破局，或是家庭为了钱财吵得不可开交，千万不要立刻冲动反击，你要立刻警觉，这不是单纯的倒霉，这是天地的气场正在强行平息你的妄念，也可能是过去的冤亲债主顺着这股气场找上门来讨债。这个时候你越是不甘心，越是折腾，火就烧得越旺，最后烧掉的不只是一笔钱，而可能是你的事业、名声，甚至是一生的福气。这个时候唯一的解药是什么？是静观其变，是老老实实把心安住，把那口委屈打碎了往肚子里咽，多反省自己，我过去是不是曾经亏欠过别人？我这碗水是不是早就被自己的贪念耗干了？把傲慢的头低下来，心甘情愿认下这笔因果账，在心里真诚忏悔，不生怨恨，不再继续造新的恶缘。只要你肯认错，肯止损，肯放下，这股狂暴的节气才会慢慢从你身上散开，给你留下一线生机。说完了这种明晃晃的世智变聪，接下来要谈的是天地大红炉里另一种更隐蔽也更阴毒的业力反噬。这就是属牛的朋友在这个月最容易遇到的考验。这世间有多少人平时看着踏实，却习惯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不见血的手段谋取私利，表面上笑脸迎人，背地里却一步一步把别人推进坑里。属牛的朋友平时看着稳重，但如果背地里造了恶业，这在佛家叫隐业。你以为在暗处造下的身语意3业，神不知鬼不觉，没人知道，但佛家常说举头3尺有神明，
你在暗处动过的每一个手脚，天地的因果账本上都替你记着一笔黑账。平时不跟你计较，不代表没有账，只是等到恶因累积够了，7月这把业火一烧，那些隐藏的恶因就会变成果报，回到自己身上。我来讲一个例子，在某个大型社区里，有一位管委会主委，我们称他老陈，属牛。老陈平时看起来非常热心，常常在中庭泡茶，关心邻居，见人就打招呼，在大家眼里是个热心的大好人。可是背地里他却满肚子坏水。老陈每天深夜躲在自家的书房里，拉上窗帘，一笔一笔篡改社区账目。修缮电梯时，他福报价格，中饱私囊。顶楼防水明明使用劣质材料，却报高档工程的账。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捏造黑函，检举那些愿意查账的委员，把正直的人一个一个逼走。老陈觉得自己手段高明，社区里的人都是傻子，活该被他骗。结果报应在7月爆发了，影业显现，加上火旺焦土，过去埋在土里的东西全部裂开。老陈为了贪图高利息，把这些年贪来的公款，加上自己大半辈子的养老本，全投进了一家地下投资公司。结果7月中旬，公司突然倒闭，负责人卷款潜逃，老陈血本无归。更可怕的是，连环套随之而来。新上任的委员开始查阅过往账目，发现许多漏洞，于是找来会计师，把老陈这些年在书房里做的假账查了个底朝天。东窗事发后，老陈面临刑事诉讼，一身名声扫地，连亲生儿女都觉得他是累赘，不愿意出面帮忙。最后他落得众叛亲离，家徒四壁，每天待在房里承受业力的煎熬。这就是天网恢恢，你算计来算计去，最后算计到的是自己的晚年，是自己的养老本，是自己最后那一点安稳日子。所以属牛的朋友，或是在这个月容易犯影业显现的人，一定要听我一句劝。这个月最大的危机就是案件难防，冤亲债主很可能潜伏在你最信任的人里面，也可能出现那种背后捅你一刀，让你背黑锅的情况。你会觉得很冤，很委屈，很想立刻反击。但是遇到这种事，千万不能跳脚大骂，更不能动心去斗。你一动怒，气场就破了，邪气和煞气就会趁虚而入。这个月你必须守住4个字：独善其身，少管闲事，少开口，少卷入别人的纷争。别人爱怎么算计，那是他们在造自己的恶业，你不要去接这个业。把嘴巴闭紧，把心态放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只要你不去动贪、嗔、痴的念头，不去沾惹那些烂人烂事，这股暗害的业力就找不到入口。老天爷的账本清楚得很，恶人自有天收。只要你不动恶念，不结恶缘，这场劫数自然就会化解于无形。说完前面的明争与暗斗，我们接下来要讲第3种业力反噬。这一种最让人痛心，也最令人无奈。因为前面2种情况，至少还有外在因缘和小人在作祟，你还可以说自己遇人不淑。可是接下来这一种，完全是自作孽，是自己亲手挖了一个地狱，然后闭着眼睛跳下去。这就是属马的朋友在7月这个大火炉里最容易碰上的自我内耗。这完全是自找麻烦，自己拿着一把无形的刀，狠狠往自己的心口捅。很多人不明白，好好的日子为什么不好好过？为什么非要把自己逼上绝路？为什么明明可以忍一忍，退一步，却偏偏要逞一时之气？这就触碰到了人性中最深层的弱点，也是佛家讲的贪嗔痴
三毒中的嗔毒。属马的朋友，或者这个月气场特别急躁的人，你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整个人就像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点火星，马上就能被引爆。遇到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哪怕只是家里人多问了一句，或是在外面做生意买东西的时候，遇到别人脸很臭，少给了一个笑脸，你心里的无名业火就一下子冲到头顶，压都压不住。你总觉得别人在针对你，觉得别人看不起你，觉得自己的自尊和面子被严重践踏。其实这就是天地间这把大火，把你心象里那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执念无限放大了。这在佛家来看，就是被嗔心蒙蔽了理智。所谓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自己心里的无明业火烧毁了自己累积的功德林。我来讲一个发生在传统大家族里的例子。有一位白手起家、权威极重的退休大家长，我们尊称他为老太爷。老太爷这辈子呼风唤雨，听不得半句逆耳忠言，面子大过一切。就在7月这个气场焦躁的月份，老太爷把一家老小召集回那间陈设肃穆的客厅，宣布他要拿祖产土地进行一项庞大的商业开发。席间有一位年轻晚辈委婉指出，最近市场波动剧烈，建议延后执行。这本来是为了家族利益着想的一番肺腑之言，却立刻引发老太爷的勃然大怒。老太爷认为自己的权威被挑战，觉得自己的面子在众人面前被狠狠踩在脚下。那股因傲慢而生的嗔毒瞬间蒙蔽了他的理智。他不止当场怒骂晚辈，甚至放话要断绝关系。为了赌一口气，为了向晚辈证明自己绝不会错，他盲目抵押祖产，把巨额现金全部投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工程项目。这就是典型的无明业火，自焚其身。天地的规律很简单，当一个人试图用毁灭性的情绪来证明自己正确的时候，老天爷往往会先毁掉他的理智。半个月后，项目负责人卷款跑路，老太爷的投资血本无归，祖产也因为债务纠纷遭到法院强制查封。当法院公文送到那间曾经威严的客厅时，老太爷气得浑身发抖，却已经无力回天。原本和睦的家族因为这把无名火分崩离析，亲戚们为了自保纷纷远离，他最终落得众叛亲离，独自坐在即将法拍的空荡宅邸里，孤寂地说不出话来。各位，这场劫难并不是外人加害，而是他自己那颗容不下半点委屈，听不得半句真话的傲慢与嗔恨，引动了天地大红炉里的真火，亲手烧掉了自己半生的基业和福报。这正如弘一法师常告诫世人的，火烧功德林，无论平时积累了多少福报、财富和名声，一旦嗔火烧起，一切都可能化成灰烬。法师也提醒我们，不知何者为是非，唯有忍辱。忍辱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极高的生命智慧。它是在大火燎原的时候，保护自己那颗清净心的唯一方法。所以，属马的朋友，或是所有在这个月觉得心里烦躁、很想发脾气的人，当你为了面子想和别人争个高低对错，当你觉得受了委屈，想不顾一切去报复的时候，请你马上在心里敲响警钟。你要告诉自己，这是业力找上门来，他要借我的手毁掉我自己的人生。你的结束全藏在你的情绪里，只要你把嘴闭上，把脾气压住，把所谓的面子放下来，不去结新的恶缘，天地间这把大火就只能在你身外绕一圈，烧不到你命里的福气。面子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也最会要人命的东西。为了面子去争对错，你可能赢了口舌，却输掉整个人生。
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说完前面那些被业火烧得焦头烂额的生肖，大家心里是不是都在打鼓？是不是觉得这个7月的大红炉全都是来讨债、来索命的？各位朋友，我们要懂得老祖宗讲的阴阳互根，天道永远是公平的。老天爷把7月这把火点得这么旺，在烧掉那些造恶业、心术不正的人时，也必然会淬炼出真正的真金。就在很多人被这个月的戾气冲得东倒西歪、破财招灾、民生扫地的时候，偏偏有3类生肖不仅毫发无伤，反而能借着这把大火越烧越旺，迎来人生的大翻转。是哪3个生肖？就是属虎、属狗还有属羊的朋友。为什么他们能避开大火？这并不是单纯的运气好，而是因为这几个生肖的人，如果在过去的岁月里本来就阴德积德厚，心量大，平时懂得布施与忍辱，愿意吃一点小亏，不跟人斤斤计较，那么在这个月他们累积的善缘就达到了佛家讲的善业和合。天地这把大火烧过来，烧掉的绝对不是他们的福气，相反，这把火会把他们身上常年沾染的晦气、霉运以及阻碍他们发展的障碍一次烧得干干净净。火越旺，他们的气场就越清透，过去的阴德在这个时候集中变现了，这就叫累世福报的大现前。当别人在7月因为焦头烂额、乱发脾气，把贵人一个一个得罪光的时候，他们反而心思清明，脚步稳定，冥冥之中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推着他们去接住那些别人因为德不配位而丢掉的好机缘。我给各位举一个发生在现代办公大楼里的例子。有一位在商办大楼里做清洁的陈阿姨，她刚好就是属羊的。陈阿姨苦了大半辈子，做着最基层的工作，但她的心地是真真切切的慈悲与老实。她平时在办公室里打扫，看到年轻人加班辛苦，总会顺手帮他们把桌上的垃圾收干净，从不抱怨工作多。别的清洁员为了抢轻松的楼层吵得面红耳赤，他总是笑呵呵地退到一旁，去扫大家最不愿意扫的地方。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没有脾气、一辈子发不了大财的老好人。有一天傍晚，陈阿姨在一间休息室里打扫，那只是一间平常的员工休息室，没有什么特别的。陈阿姨照常仔细擦拭每一寸桌面。就在这时，她突然在沙发角落发现了一个沉甸甸的公事包，打开一看，里面不只有一大叠厚厚的现金，还有几份盖了章、极为机密的商业合约。这笔钱抵得上陈阿姨好几年的薪水，只要她不说，根本没有人会知道。可是陈阿姨连一丝贪念都没有动，她想都没想，立刻把公事包原封不动交给大楼管理处，并且留在原地等候，直到那位急得满头大汗的企业老板赶回来认领。那位老板为了感谢他，当场抽出一大叠现金，要给他当酬劳。陈阿姨却摆摆手，笑着说：“这是我该做的，不是我的钱，我拿了心里不踏实。”说完，他又拿起扫把，默默回去工作。你看，这就叫和光同尘，也叫真正的布施与持戒。他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贪、嗔、痴，外面那种为了金钱和权力争得你死我活的滔天大火，怎么烧都点不着他。结果到了7月这个气场狂躁的月份，陈阿姨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难关。她租了10几年的老公寓，房东突然因为自己的财务危机把房子卖掉，新屋主要求陈阿姨一家3天内搬走。陈阿姨的2个孩子刚出社会，薪水微薄，一家人根本拿不出押金去租新房子，眼看就要无处可去。这对普通人来说简直是天塌下来的绝境。
但就在这满地哀号、走投无路的时候，陈阿姨的福报变现了。那位曾经遗失公事包的企业家，在跟大楼物业聊天时，偶然听说了陈阿姨的困境。这个老板二话不说，立刻派车到陈阿姨楼下。他名下刚好有一间闲置的优质公寓，原本是要高价出租的，但他直接用不到市价1成的象征性租金，让陈阿姨一家安稳地搬了进去。不止如此，老板看陈阿姨的2个孩子品行端正，跟他们母亲一样老实本分，便破格把他们安排进自己的企业，给了他们稳定又有发展前景的职位。陈阿姨一家就因为7月这场被迫搬家的变故，反而因祸得福，彻底扭转了家族命运，从此安居乐业。这难道只是偶然吗？各位，这根本不是普通的运气，这是因果账本上的利息到期了。当天地都在清算恶人的黑账时，老天爷也绝对不会忘记给那些真正有德行、有善念的人发放红利。陈阿姨遇到租屋被赶的危机，其实是老天爷借着这把火烧掉她原本贫苦漂泊的旧轨迹，硬生生把她推向贵人为她准备好的光明道路。所以属虎、属狗、属羊的朋友，或者如果你平时也像陈阿姨一样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从来不去算计别人，那么在这个7月，千万不要被周围那种暴躁、戾气的大环境吓到。这是你该出头、该脱胎换骨的时候。只要你稳住心神，不贪心、不抱怨，在职场上该谈的合作可以稳稳地去谈，在生活中该帮的人继续去帮。你很可能会得到贵人的相助，把这冲天的火光转成家族兴旺的运势。真正的真金，只有在烈火中才能闪耀出最夺目的光芒。讲到这里，前面那些刚好正在经历破财、被欺骗，或是吃了大亏的朋友，心里一定会问：难道这个7月我就活该倒霉吗？这一切难道全都是命吗？各位，这叫凡夫的见地，你受的苦绝对不是白受的。这不是老天爷在刁难你，而是天道在慈悲你，是在救你的命。你现在可能为了失去一份工作，损失一大笔钱，或是家里突然发生变故而痛哭流涕，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可是往深处看，让你痛苦的这些变故，本质上是什么？佛家讲，这叫4大假合，缘聚缘散。你手里的存折、身上的名牌、拥有的社会地位，哪一样是你出生时带来的？哪一样又能带进棺材里？这些全都是暂时的因缘聚合，缘分尽了，气场变了，自然就会散掉。你死死抓住这些假象，所以才会痛不欲生。老天爷看你和你看自己是不一样的，老天爷看的是你生命长河里的那本因果账本。你以为7月业火烧过来，让你破财、吃亏，是你在倒霉。其实，这是老天爷在替你做减法，在提前引爆并化解你的业障。很多人命中本来在晚年有一个死劫，或是一场掏空家底的大难，因为累世积攒下来的贪、嗔、痴业力越滚越大，大到这个肉身根本承受不住。老天爷如果不提前帮你收拾，等到那股业力像雪球一样滚到最后，你拿什么去还？到最后可能只能拿命去填。所以7月这把火，有时候是把你的小灾小难提前引爆出来，让你在生意上栽个跟头，被人骗走一笔钱，吃一个哑巴亏。这就叫破财消灾，也叫重罪轻报。老天爷是在用你外在这些带不走的东西，去抵掉你命中原本可能要面对的生死大劫。以前懂因果的老人家，如果不小心打碎了贵重玉镯，绝对不会一直骂骂咧咧，
而是会双手合十，说一句岁岁平安，花钱消灾，感谢菩萨挡劫。这就叫懂天机。你丢了钱，却保住了命；你被人在背后捅了一刀，却从一个即将万劫不复的泥潭里提前被拉了出来。这不只不是坏事，反而是一段因果的了结。当然，肯定有人咽不下这口气，那我吃亏就白吃了吗？那个在背后整我、骗我钱的人，难道就不会遭报应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老天爷的算盘比你精明10000倍。你觉得那个整你的人赢了，这叫凡夫俗眼。在7月这个天地大红炉里，因果账本翻得特别响，哪里有白占的便宜？他抢走的不只是你的钱，在看不见的空间里，他连同你的灾厄、你的死劫也一起背到自己身上了。这就叫业力转移。比如你命中今年原本有一场大劫，结果突然出现一个心术不正的小人，用卑鄙手段坑了你一笔钱，你气得半死，却不知道本来该由你承受的巨大灾祸，连同那笔钱背后的业障，全部被打包转移到他身上了。他以为自己抢到的是金元宝，其实抱回去的是一个炸药包。他是在透支自己和子孙的福德，替你挡灾。看透这一层，你还会恨他吗？你反而会觉得他可怜。以前有个地头蛇霸占了老实人的小吃店，没过2个月，一辆刹车失灵的砂石车撞进那间店，地头蛇后半辈子都毁在轮椅上。而那个被赶走的老实人呢，因为搬到乡下，反而躲过了飞来横祸。后来生意重新做起来，日子越过越稳。到底是谁占了便宜？那个地头蛇抢走的不只是店面，更是老实人命里的煞气和死劫。所以在因果显化的7月，如果有人欺负你，占你便宜，千万把心按住，不要去闹，不要去纠缠，更不要让嗔恨心烧起来。你一动嗔恨心，就等于把本来要让他背的黑锅又硬生生弹回自己身上，那才是真正的赔了夫人又折兵。你要把逆境当成道场，这就是转念消业的核心。别人骂你、坑你、占你便宜，你可以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谢谢你，你正在用你的福报替我消业延寿。只要这个念头一转，这把火就烧不到你的灵台。反过来，它会变成淬炼你金刚不坏之心的炉火，你的心量拔高了，阴气和怨气瞬间就散了。原本属于你的更大福报，其实已经在后面等着你。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可能会说，道理我都听懂了，可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这心火就是压不住。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保全自己？有没有什么简单好操作的避火方法？法子当然有，而且非常简单，大道至简。今天我们不讲那些太高深太难懂的理论，我就教大家一套在日常生活里一听就懂，马上就能用的避火诀。这套避火诀总共分为4个微小的行动，请你一定要记好。第一，一念止息法，斩断业力的引线。你出门在外，碰到让你心里一堵，邪火直往脑门上冲的事情，先不要急着说话，也不要急着反击，你什么都先别做，只要把舌头轻轻顶住上颚，然后在心里牢牢记住这6个字：因果自有定数。这6个字是什么？它是斩断业力纠缠的尚方宝剑。别人无缘无故骂你，你只要一开口反击，身体里的火影子就会被点着。可是只要你在那个关键时刻在心里默念因果自有定数，就等于咔嚓一声用剪刀剪断炸药包的引线。你心里明白这是在消业，这口恶气自然就会慢慢化掉，不会继续在你的身体里烧。第二，物理防护法，
和光同尘，穿戴水行结界。在日常的一言一行、穿衣吃饭上，我们可以借助五行的力量，把自己安稳地包裹起来。7月满天满地都是狂躁之火，火怕什么？火怕水。水在五行里代表什么颜色？代表黑色，也代表深蓝色。这个月，你可以把衣柜里那些大红大紫、看起来特别刺眼的衣服先收起来，出门尽量多穿黑色或深蓝色的衣服。你不要小看这一身衣服，它就像是在你外面罩上一层厚厚的水行结界，外面的业火再旺，碰到这层水汽也会慢慢绕开。同时，出门在外一定要记住和光同尘，不要出风头，不争长短，不抢话，不逞强。你越低调，邪火越烧不到你身上。第3，睡前观心法，水火既济，洗净一身铅华。每天晚上回到家，洗漱完毕后，在家里找一个安静、舒服的角落，安安静静坐15分钟，把门关上，把外面的纷扰隔绝在门外，自然呼吸，把所有注意力慢慢收回来。吸气的时候，在脑中观想身体里有一股极其清凉的蓝色泉水，顺着脊柱慢慢往上走。呼气的时候，再想象白天累积下来的烦躁、闷火、怨气，被这股清凉的水压着往下走，顺着脚趾头排出去。就这样一呼一吸，水上去了，火下来了。这15分钟能帮你把一整天沾染到的戾气慢慢洗干净。晚上躺下睡觉，心才会安，气才会顺，睡得才会踏实。第4，急救补救法，微小善行，积水灭火，人非圣贤。人在世俗里打滚，白天在外面如果真的没忍住，大吵了一架，破了功，怎么办？老天爷既然降下这把大火，就一定会留一道生门。你发了火，佛家讲叫火烧功德林，那要怎么灭火？要用慈悲的水来浇。第2天，赶快去做一件微小的善事，可以是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可以是捐一点零钱，可以是对陌生人伸出援手，也可以是给家人一句温柔的话。在你做这件善事的时候，在心里默默念：愿我这一点微小的善行，化作天地间的清凉水，浇灭我心头的无明火。愿定业消除，各自安好。这股慈悲的水气会一点一点把你漏掉的福报补回来，也能把心里的火慢慢压下去。各位朋友，造化虽然变化无常，但因果由心，路怎么走，福怎么求。今天这些关键我已经为大家点破了。这世间有多少人现在还在为了蝇头小利争得头破血流，却不知道这把业火已经快要烧到自己身上。今天你能静下心来，把这支长长的影片看到最后，就说明你是有福报、有善根的人。这不是偶然，这是你累世积攒下来的慧根，在这个时刻发芽了。老天爷把7月这个天地大红炉倒扣下来，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淬炼。那些让我们痛苦的、委屈的、愤怒的人事物，很多时候其实都是穿着黑衣的菩萨，是来考验我们的心量，替我们消除业障的。只要我们心里装着敬畏，守住那份不与人争的慈悲，哪怕外面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能如履平地，一路生花。你的家人、朋友，他们懂这些天机吗？他们是不是正走在业力引爆的边缘上，正在因为一点小事生闷气，或是为了面子不肯低头？这就是我们行法布施最好的时候。今天你听到了这些提醒，动动手指，把这番话分享给你在乎的家人和朋友。只要他听进去了，少发了一次脾气，躲过了一场争执，避开了一场劫难，
7月的天地大红炉，火势已经烧起来了。现在，我想邀请所有看到这里的朋友，把我们的心念凝聚在一起。请你在留言区敲下这8个字：恶缘退散，家宅平安。当千千万万个懂因果、愿意行善的人在这个影片下方同时发出这个善念时，我们就会形成一个不可思议的正向磁场。这个磁场不只能够护住你和家人的平安，也能把这个世间暴躁的恶火慢慢压下去。恶缘退散，家宅平安。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把心安住，把日子过好。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带给你内心的平静与力量，恳请你轻轻点击订阅。你的每一次关注都是我们继续分享生命智慧的最大动力，也能让这份善念传递给更多有缘人。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修行中相互陪伴，共同成长。我们下期再见。